我在社媒上 po 了几张在国内治病的照片，好久不联系的朋友发来消息，问我是得癌症了吗？怎么看起来这么严重？其实我这病看起来严不严重，跟我得了什么病根本没关系，跟我照片的取景地比较有关系。如果照片是在中国的公立医院拍的，你会感觉我像重症病人，卧病床榻，生活不能自理。如果照片是在墨西哥的公立医院拍的，你会看到我独自走进手术室，再独自潇洒走出来。到医院外的药房拿上药，旁边就是卖棺材的。别说一个人做手术是第10级孤独，在墨西哥，我感觉一个人都能把术后的人生全流程走完。而如果照片拍在美国的话，你会感觉我根本没病。主要是在美国我根本不敢生病。我还记得几年前在急诊室里，医生亲切温柔的5分钟手指缝针，在1周后我就陆陆续续收到了总价值$2000的医疗账单，还有1个月后才完成理赔的扣赔仅20%的学生医疗保险。所以在美国，我是不会把这种小不舒服当成病的。我感觉美国医疗最大的疗效就是能够激发出身体的自愈和自我保护能力。无论如何，不同国家的医疗环境会让我做出完全不同的医疗决定。所以人到底是在主动选择人生，还是只是环境的产物？而你又会为自己选择怎样的环境？这几年的时间，我一直都在美洲大陆晃荡，国内的医保对我来说是很遥远的概念，所以这次回国就医全程自费。大家可以先猜猜看，在国内就医的性价比相比较于其他国家怎么样呢？后续我再为大家揭晓。准备回国前，我和我的车默默正在中美洲国家 Belize。1个月的旅行签证临期，我需要把默默带回到签证政策更加宽松的墨西哥。默默会留在那里，而我自己返回中国。从 Belize 返程到墨西哥的时候，正值3月份墨西哥以巴尔雅塔港为首的全国性毒贩暴乱，很多地区被美国政府标红标橙，警告危险。鲁迅说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在千里之外看着新闻，只觉事态严峻。但等我真的开到了墨西哥的边境城市，虽然这里也被标红，但是太阳照常升起，我没有感受到任何异样。我突然觉得几米外听不见的和我视线范围内看不见的，其实都和我无关。这句话我不知道是谁说的，我觉得也有道理的很。红色警报在1周后降级为橙色，我驶上高速奔去墨西哥城。心里还是稍微有些紧张，担心新闻报道里的高速公路毒贩示威、截停烧车。我一路穿越了大半个墨西哥国，无事发生。当时当下，此时此刻，我的世界风平浪静。美洲大陆细窄狭长，随着北上的行程，地理纬度不断攀高，海拔也一路攀升。我逐渐从中美洲的闷热潮湿中被解放出来。最长的一天，我开了9个小时，打破了我个人的长途驾驶记录。几天后，我就来到了超级大都市墨西哥城。1/5的墨西哥人口都聚集在这里，而人口中的一位恰好是我去时路上认识的朋友。默默就被托付在他家楼下的车库。拜拜，默默。而我去机场回国。各种墨西哥的香料，很适合做伴手礼啊。是糖吧？这个好像是橙子。Tuna. Así que esto solo tuna con azúcar. Ah, muchas gracias. ¿Qué es esto? Es piña. Esto es calabaza. Oh, todo con azúcar. Exceso azúcar. Place it vertically or horizontally as indicated on the labels inside the compartment. Abrochado, el respaldo de su asiento en posición vertical. Disposable transportation card printout machine. 找了，你看用中文，仁川。
cold Korea。飞机落地中国的东部，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房车展在这边。我家在西部，我对南京算不上熟悉。之所以选择南京鼓楼医院，是 DeepSeek 推荐的。他说这是3甲公立，又告诉了我挂号流程。原来现在都使用电子系统，需要至少提前1天，在微信公众号上花10块钱预约挂号，在当天前去医院领号。微信上预约的主任医生很有经验的样子，听了我的描述，马上摆手说典型典型，再做个小手术就可以啦。他帮我把手术排期到了1周之后。这个押金单我收下来了，我们会联系本部帮你把这个费用转过去，到时候你出院的时候不用带啊，把这边的信息全部核对一下啊。好，这是写自费住院和写什么？你的姓名、手机号，这个单子用不到，收起来。如果有医保卡，一般这种手术能报销多少呀？看参保地的政策，南京的话能报90%左右。哦，那种外地的医保能在这儿用吗？比如说我是成都的，我的成都的医保可以在这边用吗？要把医保转过来，你是有医保的吗？我没有医保，但是我在想，假设我有医保，备案转到南京来是可以的。哦，那个方便吗？转的话？方便，一般就手机上面操作一下，填一个基本资料就可以了，跟你当地医保申请一下。哦，好的。是不是只有上班才会有医保啊？因为要交社保。一个人参保的，就自己每个月交钱一样的。哦，每个月大概多少钱呢？我不清楚。在下面先签个字啊，写自费住院，可以了啊。这些全部给6了就可以了。好。哇，这个住院部好漂亮啊！这住院部好漂亮哦，还有坐着喝茶的地方。那个花应该是假的吧？我觉得。人也少。哇，住在这种房子里好奢侈啊！我觉得，单人单间，跟以前想象中的不一样。以前想象中是一个大房间，然后6个床位那种。这个免陪照护是什么？就是雇一个人来看护工，这是医院本身的人吗？还是在外面培训过？好，这边他几点有人？8点。我住在41床。好。你好。哦，还有病人服。这是你是，然后要跟号服换一下啊。然后那个床可能还没有铺，还没有整理，你就先坐在旁边椅子上面坐一会儿，休息一会儿，然后等会儿大概7点钟那个师傅上班会有人来打扫铺床的啊。好，没问题。哇，这个风景好好啊！哇，单人单间啊，这个单人单间哪需要去卫生间换衣服？鼓楼江北院区的病原餐，他们居然还有鼓楼医院的网红酸奶、网红清水蛋糕，好奢侈。我觉得在国内住院很奢侈啊。太棒了，我终于可以躺床上了。躺床上。再躺着过去，我感觉有点严重的感觉。小手术也这么煎吗？被推进手术室的一刹那，我被搞得很紧张，4、5个医护同时围着我转，手术室里各种电脑仪器滴滴答答，墙壁上挂着好几种手术计时器。一位女医生让我把腰弓着，她要给我做腰部穿刺麻醉。我说不是说是小手术吗？怎么搞得这么恐怖的样子？你们这个小手术的定义到底是怎么界定的？医生回答说，我们任何手术都是要这么正式的。另外，不是开肠破肚，我们都算是小手术。好吧，太专业了，我表示很惊讶。医生问起我在墨西哥做手术时花了多少钱，
我说没有花钱，中南美洲都是全民医保，外国人也享受。他们听了也很惊讶，我们互相科普加惊讶了半个小时，手术完毕。半身麻醉的我动弹不得，像砧板上的一块肉。文一点说的话，我感觉自己轻得像一朵云。医生们合力把我抬到推车上，我又被护士推到旁边的观察室，手指连上仪器，和其他手术病人一起等待。护士会来看看我们的各种监测数据，没有异样反应后，我们再被陆陆续续推回到病房过夜。卫生间和淋浴室就在病房外，这是淋浴间，患者用的。这整个设施都好棒。从入住到我出院一共是24个小时。住院期间，护士会来帮我换药，帮我取药，送来仪器，我只需要躺着，万事有人打理。这个为什么叫做网红酸奶？因为这他自己手工加工的。哦，自己自制的，自己发酵的，就叫网红酸奶。对，就跟本不一样的。好的，手都在里面啊。好，谢谢。我的主刀医生也来看了我一次，他问我痛吗？我说没有感觉啊，应该要感觉到痛吗？他感叹了一下，说他这次给我加注射了长效止痛药，效果就是好。这24小时在中国3甲公立医院的手术住院，一切周到顺滑，我感觉完全可以媲美墨西哥昂贵的私立医院，而昂贵的墨西哥私立医院价格又完全等同于美国的普通医院。Anyway， 这样的手术、用药加护理，大家可以猜猜看花了多少钱呢？单人单间的病房使用1晚又是多少钱呢？接下来为大家揭晓。在完全自费的情况下，所有的手术、用药、仪器一共是7829.75元，我觉得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如果医保真的可以报销到90%的话，我觉得算是蛮便宜的。而这样设施完善、漂亮的病房，一晚上的收费是，我说了大家不要太惊讶，是80元人民币。再加上我有一位朋友陪床，是10元人民币，所以一共是90元。有位从美国回国探亲的朋友顺道来看我，看到这个价格和这样的住院设施，也是连连称奇。其实除了手术住院体验和费用跟国外非常的不同，我注意到给药也是非常不同的，比较的中西结合。外用药给人感觉很高科技，什么需要冷藏的生长因子之类的，而口服药则多以温和的中成药为主。看到这里，你也会选择回国治疗吗？一直听人说加拿大和台湾的医疗环境也非常的棒，评论区告诉我你的就医选择。最后，不管就医体验有多好，最好的体验还是不生病啦。如果生病，祝大家有各种主动的选择。在中国1个多月的康复之路开始，其实在中国休养生息也蛮好的。这个是荠菜。草莓，哇！哇，看这个各种各样的番茄嘞，好好吃，每个都好甜。这些有新品种吗？我就感觉以前没见过呢。25，这有一公斤有没有？8斤。谢谢。然后我还要番茄，这些都是一个价格吗？一个价，就这个是8块1斤。那这些呢？都是12斤。这个太棒了！你什么时候开始卖这些？这个啊？这个1年4季都有这番茄。我以前咋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品种？好几种吃。好，可以哦。小龙虾的季节了。
首钢国际会展中心，还是有点帅的。既然到了中国的东部，下期带大家看看中国的房车展吧。美国的成品房车如此昂贵，你有没有想过在中国买房车配件，然后在美国自己组装呢？张雪的机车登顶，他说最骄傲的是证明了中国供应链的强大。下期就跟着 Jade 一起去北京和上海看看，现在中国的房车供应链有多强。